打球需要球感，游泳需要水感。在实作任何一个电子电路之前，我们当然也需要对它的工作原理有感。而要培养对电路的感觉，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电路模拟啦。然而说到电路模拟，想必有很多人光是听到这个动词就打退堂鼓了，因为大多人在学生时代所接触到的多半都是 Spice Base 的模拟软体。不瞒您说，就连我们自己也是从这些软体堆中所爬出来的。这些工具虽然功能强大，模拟精准，但很多时候我们明明只是想看看一个简单的电路的基本原理而已，却同样得先设定一大堆复杂的模拟参数，或是搜寻元件模型，搞到最后电路都还没跑，我们就先被这些前置作业给搞倒啦。所以到最后，我们还真的不由自主的就会回避电路模拟呢。不过，这一切在我们遇到了一套有别于传统 Spice 架构的模拟软体之后，一切都有了改变。我们开始重新喜欢上电路模拟，原因也没别的，就是因为它足够简单。例如，当我们第一次开启它，就能看到和刚刚 Spice 中同样的 RLC 电路，但不同的是，这个电路我们什么都不用设定，按下开始就能运转，完全可以让我们先将复杂的设定放一边，专注在电路的运作原理上面。而我们最喜欢它的部分就在于它即开即用的操作界面，不用登录、注册或验证什么的，零广告干扰，操作简单流畅，随时随地打开就能用。如果讲到这边您已经开始对这套软体感兴趣，那请您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为我们点赞。以下就让我们一一的来介绍这套软体在我们眼中的优缺点。这套工具名为 Circuit Simulator， 当然也有些人直接称呼它为 Fastech， 源自于原始作者的本名，而现行版本多了很多贡献者，并以 Open Source 专案的形式共同维护与更新，因此我们可以预期它未来肯定会有更多更棒的功能。当我们第一次开启这套工具，它会自动载入一个经典的 RLC 范例电路，而这个范例恰巧能展现 Circuit Simulator 和传统 Spice 最不一样的地方，也就是它采用的是即时模拟的方式。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小黄点在电路上流动，这代表电流流动的方向，导线上的颜色代表带电的极性和大小。当我们将开关闭合时，由于电感和电容器在直流时的阻抗分别趋近于0以及无限大，因此就只有在电感回路中会有电流。而一旦将开关断开，电感里所储存的能量就会跑到电容里，再由电容回到电感，两者之间来回交换能量。然而我们得了解，电感中所储存的能量其实是非常小的，因此我们如果将时间调快，就可以发现这个讯号其实稍纵即逝，是经过了大约500毫秒，讯号就几乎完全消逝。这时只要将开关闭合，重新对电感储能后再断开，就可以再重新启动一次能量交换的过程。而如果是在 Spice 里使用站态分析来模拟同样的电路，虽然同样可以看到讯号变化的情形，但要能从头到尾的理解它的动作原理，除了需要一些想象力，可能还需要更多的基本功才有办法消化。所以经历了这个 RLC 经典范例的洗礼，是不是已经能感受到像 Circuit Simulator 这种 Real Time 模拟的方式在电路解读上是多么的简单直接？事实上 Circuit Simulator 的即时功能可远不止于此，只是碍于界面优雅，很多资讯不便全面打开罢了。像是我们可以在任何一条导线上直接显示它的即时电压电流值，或是为每个元件或是节点新增示波器，以观察讯号的即时状态。我们看画面下方有3个示波器，分别是对应了电路中的电阻、电感和电容。我们从示波器中就可以发现电压电流的状态，像是电感器上呈现了电压超前电流，或是电容器上呈现出电流超前电压，以及在电阻上电压电流同相位。然后在最右方的小窗格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所选取元件的综合资讯。
接着，我们快速的来看一下它的操作界面。除了中央的电路编辑区之外，右侧是控制台，按下执行键就能开始模拟，而按下重置，所有元件就会回到初始状态，时间也会归零，重新开始。当执行开始之后，你会注意到系统时间会持续的前进，下方有3个元件的拉霸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及时调整元件值，所以如果有需要，我们都可以为任何元件新增独立的拉霸。而程式的功能选单非常简单，上方是目录列，下方是工具列，程式中的所有功能都能在这2区中找到。而因为 Circuit Simulator 的操作方式是以物件为中心的，例如每一条线、每一个元件，甚至每一串字，全都属于一个物件，我们可以对这个物件做任何的操作，诸如转向、移动、伸缩等等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在工具列的后方看到目前系统所选择的物件名称，这时只要使用滑鼠拖曳，就会将这个物件新增上来，按一下空白键就可以让滑鼠回到指标的状态。而如您所见，我们刚才快速的新增了多个不同的物件，靠的就是软体内建的热键功能。这也是我们认为对于任何画电路相关工具中最重要的功能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画一个简单的电路，展示一下它的热键功能吧。首先，我们可以从目录中的快速键功能查看或编辑所需要的热键，这里几乎已经包含了所有 Circuit Simulator 中所支援的物件，而预设的热键多半是以元件名称的字首来定义的。例如，我们按下 A 可以新增 OP 放大器，或是按下 Shift A 用来选取非反向端在上的 OP 放大器。我们现在想要来建立一个在我们频道中很常出现的电路，也就是这个 CC 电子负载的电路。我们先将多余的元件都删除之后，把 OP 放大器移到电路的中间，然后按下 R 以选取电阻器，把它们加到电路之中。我们也可以使用 Ctrl+C 来将元件复制贴上。按下 W 以新增导线将元件连接起来，按下 Shift 加 V 可以选取直流电源，然后按下 Shift 加 N 可以新增 N 通道的 MOSFET。不过，因为有些元件预设是没有热键支援的，例如我们想要加入负载电流的控制讯号，我们就需要从选单中选取电流源啦。当然，这个也可以从快速键里面依照我们个人习惯去新增。然后按下 G 可以选择接地，按下 V 可以选择2个端点的电压源，只要再将剩余的线路全部都连接起来，再将里面的元件值设定成我们所需要的组态，这样这个电路就完成了。你看，实际上这个电路如果我们连续操作，很有可能在1-2分钟内就可以完成，然后最后再为我们的控制元件设定一个拉霸，这样我们的10倍电流放大的电子负载就完成了。再来，我们下一个要推荐给大家，特别是学生或是有志学习电子电路设计的初学者，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功能，那就是它内建丰富的经典范例电路库，像是最经典的推挽式放大电路、ADC 的基本架构、Crystal 振荡器、斯密特等等等等，这里哪一个不是躺在教科书里的经典电路，但却意外的在 Circuit Simulator 里被活了过来。身为电子爱好者的我们，能不心动吗？更令人惊奇的是，
它还提供了几种传输线相关的电路，因为概念比较抽象，即便我们曾经在 TDR 中看到过真实的结果，或是在 SPICE 类的模拟工具中做过实验，但具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也都还是只能靠想象的。然而我们却在这里看到讯号的即时模拟反应，加上现在是只要开口问就能得到答案的 AI 时代，还有什么电路是我们学不会的吗？反而我们最怕的是明明想学却不知从何问起，不得其门而入，这可能才是 AI 时代里最可怕的。但现在有了这套即时模拟工具，问题应该就无所遁形了吧。而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它完全跨平台的设计，这是另一项我们要大力推荐的功能。你看这支程式目前其实是直接从网络上直接开启执行的，也就是说只要能上网基本就能执行。虽说它实际上也有单机版可供离线使用，但我其实更喜欢直接使用线上版，甚至可以说这个方法几乎改变了我的工作习惯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外面突然闪过一个想法，就能立刻打开 Circuit Simulator 开始模拟，完成后我们只要将档案暂存成一个短网址，回到家再打开电脑就能继续修改。事实上，我们将电路另存新档，它的内容其实也就短短的几行文字描述，任何种类的通讯软体都能传递，当然更没有作业系统的分别了。这种无缝接轨的跨装置使用体验实在是很方便。坦白说，自从开始使用 Circuit Simulator 之后，我们就已经很难再离开它了。最后，如果真的要说 Circuit Simulator 有什么缺点，应该就是无法支援实际元件的 model 来进行模拟了。然而，不论是使用任何种类的模拟工具，模拟的再完美，最终终究得实做成成品以进行验证。所以，如何为我们的需求选择正确的工具，才是我们电子人一生的课题。好了，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到我们留言区留言指教。谢谢您的收看，祝您顺心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